上周小考中，刘凤瑶、高睿带队原创团战交锋。整个旋律它是不够好听的，但是我们副歌 hook 不是副歌已经出来了呀，它没有那么入耳。因为像别的歌，还是说它就是不好听？都有。这歌就这么播，你不嫌丢人吗？不练琴还在这 solo 呢，这歌太次了。更有精彩舞台，令人耳目一新。一半一半，获得的共鸣值是320。这首歌本身我给他打3000分，我们俩的合作300分，哥们儿。真的很喜欢 Top Berry 的声音，感觉到你的内在的用心跟真挚。丛林法则获得的共鸣值是314。可能每个人在这个歌里面都会找到一个支点吧。我觉得不管是强者弱者，都是跟自己在比较。谁说高级的东西火不了？我感觉我快要被维维姐和小白你们吃掉了。今晚，有歌将继续迎来视听盛宴，续写音乐人们成长的下一章。欢迎大家收看浙江卫视大型音乐竞演节目《有歌》第2季。特别感谢东阳光耀在这一季的温暖同行，为每个平凡日子注入不平凡的旋律。为健康做好药，东阳光耀和有歌一起为健康护航，让万物有歌。那接下来马上开始今晚的正式比拼，有请卓海豚、周笔畅。比比老师是一个很 nice 的感觉，很温暖的一个人，就他不会有太多锐利的光芒，他反而是很温暖的靠近我们，并且包裹住我们俩。他也是想要帮我们做得更好。觉得我怎么样去把自己表现好，然后能够让这首歌更加的如虎添翼吧。夜深人静，你在想着什么？是谁的明信在默诵？是第一次的邂逅，手握着的温柔隐隐作痛。路灯街口，你在躲着什么？忘不掉的痛在附送，是你教会我温柔，又带走了理由，你却很从容。最后你还是走了，不怪你是我把你弄丢，像狂箭一般，你动作轻缓，怕吵醒装睡的我。最后你还是走了，关上门之后，心也坠落，所有的承诺都败给沉默，可能是我懦弱。
藏着什么？就像纽扣磨得发痛，可能是可悲的，我不配去拥有你的温柔。最后你还是走了，不怪你是我把你弄丢。假若重来过，你是否依旧会牵我的手？可最后你还是走了，话不多我也没再挽留，用爱做借口，把恨当后手，彼此别再折磨。夜深人静，你在想着什么？听完这首歌，我觉得夜深人静的今晚，我可能会想很多。如果你喜欢这首歌的话，按下1号键，选择开始。选择结束了，我们来聊一聊这首歌哈。3个人合作的感觉怎么样？都可以讲一讲。他是主讲。没有，我觉得最大的感受就是浩帆他因为比比老师来了，浩帆开始说话了。哇哦！因为他说他没有遇过比他更哀的人。对，因为我们第一次彩排也不知道该怎么跟比比老师说，然后反正彩排完了问老师什么，他就 OK 啊。你觉得 OK 吗？你那一段主歌第2句，我可以帮你合一个下行。可以。好，那我们就用这个结尾。可以啊。遇到了比比以后，浩帆终于觉得，哎，我这辈子的话还是太多了，对不对啊？是。这个写歌的动机和情感的缘由来自于，其实就是来自于生活。很多人会问说，你究竟要怎么样才能忘掉一个人？但是我觉得，如果真的很爱一个人的话，你可能一辈子都忘不掉，所以会以另外一种方式去拥抱你的过往。我们的方式可能是创作吧，就是这样的方式。哎，我来问问白小白，你那么天生乐观哈，如果说生活当中，哎，就是一段情感结束了，你用什么方式走出来？我情感我不可能结束，我都结婚了，我结束不完了吗？问错人了吧？不是问你现在，不是问你现在，过往也没有啊，不行，不能结束。我说说这首歌吧，我觉得这首歌很痛啊，真的是，挽回也挽回不了的那种痛。然后比比老师唱的真的好，我觉得这首歌非常的完美，特别好，特别棒，非常痛。我再痛一会儿，比比反正是看过我们节目的哈。
啊！哎，你知道在我们节目当中啊，有4位，他们叫行业团，对他们之前有没有什么样的印象？啊，就是毒舌啊！哦，有啊，不是吗？对啊，就是我身边2位受到了不少的委屈，对不对？但是接下来，我们又要来听听行业团老师的意见了。主要问题是这歌写的就没什么味儿。对于一个情歌，它想流行下去，任何一首情歌一定有一个特别漂亮的文本的抓手，一定是要有很强文学性的一句话。但是这里边的每一句话其实都是，我觉得都太普通了。这个文本的东西，我觉得可以参考一下上一期你们那个鱼刺。你那个鱼刺里面的那个攻击性和那个疼痛感，那是很直接的东西。这首歌其实讲的并不是真正撕心裂肺的那种分手的一个人在房间里大吼大叫的那种痛，它的更痛的点其实是，当你觉得可能你的伤口已经好了，但是你突然看见某一件他为你买的衣服，当下你会觉得你的心又被撕碎了，是这种痛，就你没有任何情绪展露出来，但是你的心已经碎掉了，所以想写的是这种感觉，就没有这么你说的这么直接了。但这首歌在我看起来是一个没什么味儿的歌，啊，不信的话我们可以以后数据见。我天哪，天哪！我们这首歌的旋律很优美，而且这个3人组合非常的这个完整到3人行必有哭泣的 guitar。觉得是在雨中哭泣的吉他。这首歌真的很棒啊！因为其实我一直在跟卓海豚说，你们到时候到底什么时候写一个我们可以合作的歌？对，但是写到现在还是没有交出来。不过，但是我真的要非常恭喜你们，因为这个歌真的是非常非常好听的一首情歌。你们今天的表演让我想到一个非常经典的乐队叫 Air Supply， 真的也希望像 Air Supply 一样，留下很多很多经典的好歌。谢谢这个。我们来看看这首歌，获得了多少位现场朋友的支持？这首歌曲最后获得的共鸣值是304。满分300哈，再送4票，谢谢。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到的是 Tiny Seven、威神 V 肖俊、威神 V 杨洋，有请。啊，你歌真太好听了，真的还好吧，一般吧。这首歌真的很朗朗上口。让情歌在里面转，这世界因为你变温暖，不停下零距离的。那这首歌你写这首歌是有什么故事吗？背景故事有没有？我做歌可能不一定跟当下我的个人状况有关系，可能更多的是，比如说我最近听到一首歌，或者说我最近脑子里想起来一个音乐，它可能这几年在市场上很久没有听到过的，比如说像以前那种台湾偶像剧啊，或者国内一些偶像剧的那种 OST 做的那种，里面有合成器的那种 R&B， 我说啊，好久没有做过。对，这首歌真的，其实我们第一次听的时候，我们也说就是很有以前那种台偶的感觉。是啊，对，当然你们很符合偶像剧男主的这个形象啊。哎呀，开心嘛，就偷着乐吧，你们就偷着乐吧。刚刚不知道怎么去恭维，但是好像又不是错的。就是你不能说是的，你们可以这么说啊，你们这么说是没有人会说你们的。哦，是的，没错，你们应该这么说。我们要做一个舞台的话，是不是要做点不一样的东西呢？其实我这首歌是做过很多版本，很多版本。对，这次我们可以搞一个吉他版的音乐。哇，吉他版那个好，因为我们现在改编的是比在原曲基础上要慢一点点，但是放慢了之后，就相当于所有的节奏也变慢了。然后在最后一段部分就是当你不明白，然后我加一个啊，我先加一个这个啊，会给一点很空灵的感觉。
他是个很创新的、很新颖的一个人。我是真的是很明显的感觉到他在旋律上啊，或者在那个律动上，他是有花很多心思去做出跟别人不一样的东西。就这次也是我首次在综艺演唱这首歌，我希望给大家来一点和平常不一样的零距离思念。感觉说不清，但越倒也不明白，让盲目的爱不习惯，也许浪漫，却非让世界终结后，不停下零距离的想念。我们的过程遥远，但并不艰难，让情歌在里面转，这世界因为你变温暖，不停下零距离的思念。纯香的相片属于我们，跟 memory in my hand， so how the name 像无法形容孤独的修炼，怎么会待在彼此身边，也时刻在思念。原来我们的爱从不因距离而改变，没改变我们一样还是会害怕失去，没改变偶尔争吵直到世界都睡去，没改变的是思念每天持续在加剧，让时间慢下来，让思念定格住回忆。从前让暧昧的话变成了文字，你才看清，相遇是解药，却没治好那份恐慌，把过去都完全遗忘。后来把暧昧的话送到你耳边，你才发现相遇是解药，但没治愈思念。不停下零距离的思念，也许是我们间的热恋没完结，感觉说不清，你越到越不明白，让盲目的爱比习惯也许浪漫，除非让时间终结。不停下零距离的想念，我们的过程遥远，但并不艰难，让情歌在里面转，这世界因为你变温暖，不停下零距离的思念。他的爱是一种选择，我看不见，但要抓到你。他是 Cinderella gotta got on me， Yes I know yeah she shine on me。 I hate it when you make me guess， 我搞不懂这是什么 common yeah。This is freaking missing， 做问题的产品，又是年华中的。我们走得远了，好像一波当然剧都要办个见证。When we wanna kiss， 那眼里没有别人。我 wanna kiss， 那我说那是眼神，但是思念越深爱越重。我们互相抽象，互相确认。他说想到我就对我说，想到远距叫天天播，感觉说不清，但越到越不明白，让盲目的爱会习惯，也许浪漫，除非让时间终结。停下零距离的想念，我们的过程遥远，但并不简单，让情歌在里面转，这世界因为你变温暖，不停下零距离的思念。来，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3位哈。喜欢这首歌，按下1号键，请选择。选择结束，肖军和杨洋啊，都是头一回来有歌啊，感觉怎么样？我们拿到这首歌的时候，一开始压力也是特别大的，但是因为原唱就在这边，他也跟我们探讨了很多他歌词的内容，所以就让我们可以去更理解他的内容，然后去更好的演绎这首歌。而且我们3个年纪是差不多，就其实化学反应还是挺快的发生，然后也挺好的，我觉得。你们能搭着他这首歌的音乐，你们2位现场来跳一段吗 ？Freestyle 吗 ？Freestyle， 对，试试好不好 ？OK， 试一下吧。皇子，每次见你都跳舞啊？对呀，每次看到你都在跳舞啊。哦，脱衣服。哎呀！
哎呀，你早脱嘛，早脱我都给你投票。再脱一件吗？凌晨里的思念，也许是我们间的热恋没完结，感觉说不清，越到越不明白，让盲目的爱别习惯是浪漫，除非让时间终结，不停下零距离的想念，我们的过程遥远，但并不艰难，让情歌在里面转，这世界因为你变温暖，不停下零距离的思念。尖叫声，尖叫声！炸！看完你们俩的舞蹈，小七，我只能说你在舞蹈的道路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个路还走不走得通不知道。真是丰富又多彩的一组哈，真的非常棒，非常棒。接下来行业团的各位老师，我们来说一下这首歌，你们怎么看？我一直觉得这种文本密度很大的音乐，它的歌词还是很重要的。这个歌在我看，它的歌词文本里边，它的最混乱的地方，它是有你、我、他三个人称的，对。然后今天这个舞台相对来说比较合理的一点，是因为这是3个人演唱的，所以你在你、我、他3个人里面，它可以去有一个比较好的调配，所以我会觉得，不用去深究谁唱了什么，但是3个人的语气和3个人的声音可以让你、我、他有一种合理性，但是当你一个人去演唱这个歌的时候，就是听不明白。但是其实第2段主歌的时候，其实就是2个男生的对话。是我的好朋友在跟我说，这个女生她可能只是在吊着你，然后我是一个很主观跟她说，哦，我不觉得，是像这样的一个身份关系。如果你要这么做的话，我觉得我们可以去想一想 Eminem 著名那首歌叫 Stan。I know。Stan 那首歌 Eminem 怎么去区分各种各样的角色了？他用说唱里面不同的音色，所以我们耳朵一听就知道他在描述 Stan， 然后他在唱他自己。这是直接可以从听判断出来了，因为说唱有一个问题，它词的密度特别高，速度特别快。我要去做这个反应，只要我思考了，只要我进去了，我一看这歌里有逻辑问题，那就出问题了。因为这个为什么要注意这些东西？我要跟你说一下，就说唱歌手有一个标签，叫说唱歌手没文化。你可以不认，但是很多人就是这么说的，就是说这人不读书，干嘛去了？干说唱去了。你不是没文化，但是千万别因为这一点点小的东西让人觉得你没文化，这叫无妄之灾。不要把这种东西通过一点点小的错误就扣到自己的脑袋上。我没别的问题了。是的。我觉得我们今天讲的都讲得通，包括之前的这些，我觉得都讲得通。对，我们4个人全投票了。好，谢谢。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这首歌获得了现场多少的共鸣值。这首歌曲获得的共鸣值是290共鸣值。OK，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各位合作竞演舞台继续，马上让我们有请到的是音乐人欢子，助阵嘉宾吴克群带来新歌《棱角》。跟欢子合作的《棱角》啊，太适合在这里面唱了，所以多写了一段词在里面。我希望能够把我对他的处境，或者是我觉得很多在这个世界上会被磨平棱角的人，他们的心情能够写出来，彼此做彼此的歌替。克群哥给我说，你想做什么音乐就做什么音乐，你不用太在意别人怎么看。他这段话给我很大的启发，用作品说话吧。天赐珍稀成分，成就天籁美肌，雅纳薇图天赐冻龄 CP， 让我们共同见证闪耀时刻。遇见我总被你所不细心，靠
近你，却又被你说矫情。你说你有真实反应，不要太刻意。对不起，放弃。这半生都在学别人情诗，多讽刺，练不会讨好样子。明知不该沿着刀子，刻不出尖酸，才叫做懂事。我为你唱好不算太好的脾气，想着以后可以为你挡风遮雨，你反而觉得不开心。我该有点棱角，免得被你嘲笑，数次都一颠倒，对你好你反而说无聊。其实我有棱角，为你我收起了心高气傲，你却认为我一味讨好，多么可笑。藏好不算太好的脾气，想着以后可以为你挡风遮雨，你反而觉得不开心。我该有点棱角，免得被你嘲笑，说辞都一颠倒，对你好你反而说无聊。其实我有棱为你我收起了心高气傲，你却认为我一味讨好，多么可笑。我该有点棱角，免得被你嘲笑，说辞都一颠倒，对你好你反而说无聊。其实我有棱角，为你我收起了心高气傲，你却认为我一味讨好，多么可笑。你却认为我一味讨好，多么可笑。喜欢这首歌的话，记住按下1号键，选择开始。选择结束，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这次和欢子合作的感觉怎么样？这首《棱角》，它是为节目而写的这首歌，有感而发，我就觉得哇，很酷的作品。我给大家听一下我的 demo。可以。那我这首歌叫做《棱角》，就是说到第4、第5期了嘛，之前受尽了委屈，受尽了委屈。写了一首对反抗之歌，对是吗？柯俊哥，其实这首歌是写给梁老师的。这首歌为什么叫棱角？我相信很多朋友在一路走来成长的过程中，他肯定会有遇到很多事情，把自己的棱角都磨平了。所以呢，我觉得来到有歌的舞台，重要的是要保持初心，把这个该有的棱角、该有的态度拿出来。这是这首歌的核心的一个想法。是的。
对磨平棱角这个超级熟悉的，因为我跟几个成员过日子过了7、8年了，很多棱角被磨平了，所以我觉得我现在特别会过日子，就是钝感力啊，就是我们不要斤斤计较，有时候东西过得模糊一点，这样会比较其乐融融的相处下去。但我觉得工作上还是要有棱角的，因为到现在我是做了很多别人叫我不要做的事情才走到现在的。听一下行业团各位老师对于这首歌有什么样的评点？我觉得这首歌在原先写的时候，它是一个独唱歌曲，所以今天加入了一个重唱的部分，克群老师以后呢，所以这首歌的定调，我觉得是可以商榷的。你们2位都有一点儿不在你们舒适的音区里面，有效的这个音域里面，所以声带有些地方出现了不闭合，不闭合你知道就是档气不档气了，所以就听到你最好的那部分的音色。2位都不是。没错，其实欢子是配合我的，是相互迁就，相互迁就，最后没成就。因为欢子自己的调是非常高的，是。然后我跟他说，我觉得这首歌感觉上其实应该要降一点调，然后来唱的时候才会比较诚恳。但是我觉得这首歌是可以把它改好的，想一想这个办法，比如说离调啊，这个甚至我觉得可以多次离调，再转回去。就是它的那个回旋的部分 ，revival 的这个部分，可以想办法再离一次调，以你的这个能力范围里面去找最合适它的这个音域的那个部分就好了。OK， 这就是我的意见。这首歌在我看非常差。怎么讲？非常差是一个非常严厉的点评了。我觉得这首歌在写棱角。这个角度很好，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让我去看这个歌词的话，这个棱角就让我觉得有点直男癌。就是你都有棱角了，然后你说为你我收起心高气傲，你却认为我一味讨好，多么可笑。我是一个有棱角的人，欢子老师，我有棱角吧？每个人都有。对。然后呢？我绝对不妥协吧？不是，妥协是一种心甘情愿的好，我接着说。妥协，你能理解吗？我接着说，心甘情愿，我不抱怨吧。我绝对不会觉得我在讨好谁，我也绝对不会觉得我有棱角这件事儿牺牲了什么。我想从这个节目开播以来，我个人承担了最大的网暴。对，但是你问我抱怨吗？我有这些所谓的委屈吗？我告诉你，我一点儿没有。我觉得这就是音乐评论应该承担的东西。有棱角是要有勇气的。一个有棱角的人磨磨唧唧的干嘛呢？有啥棱角啊？这不就是没有棱角的人觉得自己做了一点牺牲，觉得自己好委屈啊！你看我都为你牺牲了这么多了，你怎么不理解我呀？一个有棱角的人需要别人理解吗？这个歌的创作的利益，在我看就是有问题的。它传达了一种特别拧巴的、没有力量的东西。然后2个男生唱出了一种特别小气的抱怨。你这话有问题，梁老师。没事。歌曲的表达，是不是每个人的表达的内心它是不一样的？从第一个舞台到现在这个舞台，你基本上没有很肯定的一个作品，真的没有，梁老师。是没肯定过你的作品，还是我没有肯定过其他作品？你让我说什么好？对啊，你可以说实话呀。就是你可以说，哎，你这个歌，对吧？哎，你差点意思，就像白影子老师会说的，哎，你这个差点意思，怎么可以改嘛？对吧？你不能说你这个东西很差，这个歌也差，那个也差，你的技术有问题，你的风格也有问题。可这就是现实啊，在我看。我要请小白上来说。
现在的小白仿佛在又仿佛不在啊。梁老师，我觉得你很有棱角，但是呢，我觉得棱角其实不是拿来只是伤害人的。其实我看了你们很多次的交锋，觉得这个交锋其实常常都在各说各话。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们两个常常交锋的时候，根本没有想要听对方，因为今天很明显你是带着气来的，因为你被网爆了。但是我想要说的是，对我来讲，乐评人其实不是一个锤子，因为如果把自己当成一个锤子，哪里都是钉子。其实不是只是找他的缺点，然后你需要定。我觉得乐评人应该在这个音乐产业里面更像一个向导、导游，你带我们去领略不同的世界。因为这边有那么多好的音乐人，每个人做的音乐是不同的，所以你告诉我们可以往哪里走，然后告诉欢子可以往哪里走。K 哥，你说的没错，乐评人确实是应该做一个好的导游，这确实是乐评人的工作之一。但是当一个锤子也是乐评人的工作。在华语乐坛，我觉得不缺乏能够带着人进入音乐世界的好的向导的乐评人，但是在华语乐坛可能缺锤子，因为锤子不好当。而且 K 哥，其实我要跟你说，我不是带着气来的，这个东西我已经习惯，甚至我知道怎么处理，我可以冷静地面对这些东西。但实际上，我们想回到这个歌，就是棱角。我总觉得一个真正有棱角的人，他不应该被磨平。是这样的，是这样。中间有第二段的主歌的时候，你可以看一下，就是说这半生都在学习被人轻视，但是呢，练习不好那种讨好的样子。如果我咳不出这种尖酸，那么不好意思，也许我这不叫懂事。这一段其实是我帮他写的，那是因为我看到第1集的时候，他跟你的对话。他那时候其实被你怼到说不出话，因为你们一开始就走错了一段路，就是因为你一开始就已经否定了他在彩铃音乐时代的做的东西。对我来说，他在彩铃时代做的东西就像一个金字塔一样，其实是有他的成绩，有他的受众，有喜欢的人。那只是我们现在到了2026了，作为创作人可以走出自己的金字塔，要不然就会变成困住自己的象牙塔。可是那时候，因为你一攻击他之后，他就缩起来了，就觉得好像你否定了我所有的好。我觉得是因为这样，所以之后都在各说各话。天哥是这样的，在这个舞台上，欢子老师，在我看，欢子你从来没有真的听进去过我们关你音乐可能有时代性脱节的问题。就包括今天这首《棱角》，在我看是同样的问题。不是，现在咱们有歌第2季已经到多少天了？这么久了，今天又拿出我们的棱角，你又说一出来就说他太差了，那怎么弄嘛？卓海豚也给我写过歌，《鱼刺》，那可比这难听多了。我是鱼刺，扎嗓子的。我怎么说的？我说这歌写得好，我可以做鱼刺，我身上插刀子都没事，只要是我们的创作能好。这首歌你虽然写给我，或者说你想写给我，不好意思，这歌不行。这就是我的意见。以后见到梁老师，大家怎么办？说你看那个锤子，啊，怎么办？梁老师怎么办？见钉子就锤。涛哥，你这就属于人身攻击了，这个属于音乐评论里不能涉及的内容啊！活跃一下氛围，活跃一下氛围啊！因为你们聊的确实有点剑拔弩张了。我们来问问极客啊，极客，我不要卷入，太严肃了，我不要卷入。我那个在浙江台第一个评论的舞台就是极客的舞台，确实是。对，所以说有些时候此时此刻的一些东西。可能以后会被内化在音乐中，可能是一件比较好的事儿。我现在跟极客是非常好的朋友。那你等会儿轻点喷我，老师。
咱俩可是朋友。接下来来看看这首歌获得的这个共鸣值是多少啊？棱角最终获得的共鸣值是202。我们把掌声送给欢子，也送给吴克群。合作舞台继续，马上有请到的是刘凤瑶、吉克隽逸。有请音乐人刘凤瑶助阵嘉宾吉克隽逸带来新歌《不红》。老师你好，欢迎来到极客有约。然后我的第一个问题是，这首歌原本是叫《歌手》，对，后来你改成了《不红》，是哪个歌手不红引起了你的？说一个这句。好犀利啊！我笑着哭了，你哭着笑了，幻想的孤独的歌颂着，他唱着爱的。其实这个歌为什么会从歌手改到不红？其实跟前几期梁元老师跟我们说了一句话，就是你无论做成什么样子，你红了，可能大家的想法又不太一样了。他乱讲，他胡说八道，他危言耸听。所以呢，咱们这个歌改回来还叫歌手啊？没有，这首歌就叫梁元。对。我觉得我们对于红不红这件事情，真的心态一定要松弛，对吧？只是我们的工作性质恰好是要面对不认识的人，所以就有了一个红与不红的这个标准。但是你说谁是这个标准？谁？梁元。说了不算哦。我不知道怎么去界定这个红或是不红，我只能保证我自己的内心，就是做每一件事情都要认认真真的对待，一切都会有回馈的，就不要着急。就是这个歌是没有发行，我希望被大家看到的第一时间是刘凤瑶想要的样子。他觉得这首歌曲就是你的作品，你写出来的，你没有发表过。那我们如何演出来你想要的样子，这是最重要的。那也充分的让我得到了发挥的程度。好歌正开场，好油护健康。金龙鱼1:1:1，全球销量第一，营养均衡就吃1:1:1，精彩马上登场。烦你长话短说，声调多余的段落，最好简单又深刻。Singer， 快来点鸡汤解渴，嘴巴能煽风点火，耳朵就将错就错。反面也是我，正面也是我，理性的感性的，小众没人懂，大众太不同，可谁叫你不红？我笑着哭了，你哭着笑了，幻想的孤独的歌颂着，他唱着爱了，唱着散了，唱再多也没有风过。笑着走了，他哭着来了，平和的狂热的歌颂着，他唱的太多忘了感动，假装快乐不如大方的难过。在这喧嚣之中，只有灵魂在闪烁，谁也没资格不朽。Singer。
望着摩天大楼，碰一朵感同身受，换一步志同道合。反面也是我，正面也是我，理性的、感性的，小众没人懂，大众太普通，可惜找你不红。我笑着哭了，你哭着笑了，顽强的孤独的歌颂着，他唱着爱了，唱着散了，这再多也没有风格。他笑着走了，他哭着来了，平和的宽容的歌颂着，他唱的太多忘了感动，假装快乐不如大方的难过。我笑着哭了，你哭着笑了，外向的孤独的歌颂着，他唱着爱了，唱着散了，唱的都是自娱自乐。他笑着走了，他哭着来了，挣扎的闪耀的浮夸的感动，一个声嘶力竭的歌手，是不是没了宇宙会更加生动？谢谢二位的演唱。喜欢这首歌的话，按下1号键，请选择。选择结束，我们先来说说凤瑶吧。因为这个来我们录制之前稍微感冒了，你好好说，那是稍微吗？你话都说不出来。对，就失声了。我当时还问我说这一次梦扣还有跟别人唱，我都做好不唱的准备了。不可能的，我就冲着你来的，你不唱我就不唱了。谢谢。今天我就是你的兵。其实特别忐忑，然后我收到了梦扣一个信息，他说人是人，他不是机器，我们要理解他。那句话我听了之后，我看了之后特别的感动，当然压力也小了一半，所以嗓音感觉也回来了一些。啊，就真的？真的，就有的时候我觉得语言的能量是非常强的，所以非常哪里是语言能量，是我的能量，我的能量。非常强，非常谢谢。说说这首歌啊，名字叫《不红》，再联想到你上一场的窝囊废，对不对啊？感觉你在歌当中似乎不断的在描述着自己的对于这个行业的困惑也好，寻求突破的渴望也好。这3首歌名字不能串在一块儿，特别是反着读，好像不红的窝囊废哪儿凉快哪儿去，感觉对利益不太好。其实《不红》这首歌，我想表达的其实不单单是在于一个歌手的状态里面，不红可能不代表你真的不好，只是你的时间各方面还没有做到。对，所以我希望这首歌，不管是各个行业的人听到了之后，都能够爱自己，坚持自己。对，我们来问问大家对于这首歌的感知啊，比比说一下吧，这首歌。凤瑶，然后她那个声音一出来，想到一个 Cotton Jones 这个歌手，对，然后她声音也是沙哑的，我不知道是不是跟你那个就是生病有关，对，然后但是这个还蛮性感的这个声音，对，这首歌然后也会让我觉得有点像那种流浪诗人的感觉，对，那我呢？
夸夸我。啊？没有啦你要需要夸吗？要。好听的话每天都要听。啊，你是诗人旁边的妖精。喜欢哎。对，给他实现梦想的机会，好不好？好，我阿拉丁神灯吗？对对。不要，我今天是金角大王。我说，也许说不红是原罪，可是我一直觉得刘凤瑶该红，因为她太有才了。结果有才到她觉得也许她的才华会大过于她的个人魅力，最后她就愿意帮别人制作、做音乐、做所有的事情，可是把自己藏起来了。我跟你合作过，然后听你做的所有音乐，你是比很多音乐人有 grooving 的。有那个骚气，其实是很骚的啊，很骚啊！对，骚气就是你的音乐很骚，可是你的人被束缚住了，因为觉得自己好像不够红，我不能那么肆无忌惮。但是不红是跟谁比？对，如果要一层一层比上去，每一个人都不红的，对，那是比的问题。你们俩原来是一个公司的吧？对不对？对，克群哥和凤瑶，还有另外2位，当年是公司里的4大才子。另外2位，一位是林俊杰，一位是李荣浩，同一个公司的4大才子。接下来就听听行业团各位老师。好，完了，因为我没投。即刻，我觉得这首歌呢，你的这个部分的这个调性不大适合你。这个歌所表现出来的对于一个 singer 不红的那种散淡、自嘲、无畏、自洽，一点都不适合你的调性来表达。刘凤瑶可以是不红，我不红就不红了。你作为一个表演者，你所展现出来的你的特质是，我不红不行。我觉得你也可以换一种方式，以你自己对于不红的理解。即刻，你真的觉得不红是可以的吗？对你来说，老师，不瞒你说，我真心真意的说，我没有在意过这件事情。这是我的工作，但是红和不红不是我的工作。影子老师不是每一个歌手上台，他都能以一个角色的方式去理解舞台的。所以他表达的是真实，是吧？对，他唱的就是他的感受。然后我接过您的话说2句吧。我首先投票了，但是我觉得凤瑶现在可能有一个问题，就是抱怨这件事儿到此为止了。不红是原罪，这话我说的。我感觉这个舞台上很多音乐人都在给我写歌。对，我想说的是，不红是原罪这件事儿其实只是针对于你。不针对于每个人，因为你缺乏的是这个。对，白小白他不缺乏这个。我也知道在有歌这个舞台上，我们的很多话，因为你是个唱作人，它刺激到了你。但这些东西落实在歌曲上，它成为一小段时间的创作主题，我就是没有问题的。不能成为你长时间的一个主题，它就应该到此为止了。对，其实也没有说刻意行为说一定要把一个类似于很 emo 的这种状态永远放在歌曲里面作为这个创作的一个主题。我自己有一个亲身经历，我有一首歌数据还不错，我在这个歌曲没有发行之前找了10家唱片公司的老板，我希望可能得到一些合作或者支持，我给他们听，他说可以，我可以支持你，但是这歌没戏的，凤瑶，你好好玩。发行了1年之后，这个歌曲，果然没有效果。第2年，他突然间数据上来了，其中有3位老板给我发信息、打电话说，这歌是我听过呀，之前。我说对啊，我当时就觉得这歌能红。我觉得这个歌写得太好了，这首歌想表达的意境不是说我自己，而是说每一个人都要坚信自己做的东西，对。不红是不是原罪？这个先抛开一边，我觉得坚持自己才是关键。我再为凤瑶说2句。我觉得在当下的音乐人可能有3种，一种我觉得就像欢子老师这样，昨天的流行音乐，大家听到了大部分的音乐人他们在做的叫今天的流行音乐。
凤瑶做的是一种非常小众的流行音乐，叫做明天的流行音乐。我觉得其实我们真的应该去多关注这些做明天的流行音乐的音乐人，因为他在这个整个的生态行业里面是很脆弱的一环。他的今天的所有的处境，他的所有的遭遇，我觉得都是这个音乐行业没有那么健康的一个表现。但是凤瑶，我还是回到主题里面，行业健不健康，咱们都要做，咱们停止抱怨。做明天的流行音乐能让大家听，这是我们行业共同的责任。但是还是希望你把精神、把你的创作放在对生活的感知上，我觉得这非常好。谢谢。这首歌太打动人了，我能感受到倾注其中的真挚情感。好的作品需要记忆，更需要诚意和温度。我想，好的药企就和好的音乐一样，就像东阳光药的品牌理念“为健康做好药”，都包含着一份关怀，用专业和诚意打造，最终守护和温暖他人。说得真好，这份用心守护你我的态度，正是最动人的力量。谢谢二位。好，接下来来看一下这首歌获得了多少的共鸣值。这首歌曲获得的共鸣值是247。合作舞台继续，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到的是留恋薛凯琪。薛凯琪，开始了对吧？那不然我在干嘛呢？我在排练吗？我来了。我们真的好生硬啊！生硬。我跟你说，但你这个兔子耳朵还挺可爱的，捏一捏。你说啥？哦，熊耳朵。哎呀，人生是充满着希望的，就是你相信。他就会来，所以你相信我会来，我就来了。哦，那我以后我每次什么需要你的时候，我都念你，你就能到吗？也不一定，也不一定。来，听说你有一首新歌。对呀。看着窗外的黎明，渐渐稀薄的空气。My sweet， 马车在。其实当时我给了几个作品给凯琪，然后他听下来之后，他觉得这首歌他最有感触，然后他觉得最好听是这首歌。如果他对于这首歌有感觉，那是最好的，这样我们才能把一首歌曲好好的，就是带有感情的去一起呈现出来。他很少写这种歌的，也是他第一次尝试着写这个这个氛围感的歌曲。这首歌你猜为什么叫别醒？别醒啊！我看歌词里写的都是美好的东西。那有可能我猜测是不是这些美好的东西是假象，还是？哇，你阅读理解是不是100分？你语文是不是很好？这首歌表达画面就是一个在战争当中两个人分开了，但是想象当中还是停留在了那种像梦中一般很美好的，大家还在田园中过着安稳的日子的这样的生活，这一切多么美好啊！所以宝贝，千万不要醒，不要醒过来。哇，绝了！你俩配合的好好。是这样。为健康护航，让万物有歌，有歌携手国民品牌东阳光药，珍藏每一段心声。让我们有请薛凯琪老师为我们抽取本期话题，并送出我们的健康寄语。我最近呢，就是忙着办年货，但是呢，同时我也希望健康可以围绕着你们家人的身边，温暖随歌声共赴团圆。
间稀薄的空气。My sweet， 马车载来风和你，你眉上未拆封的信。我奔向你，过什么地，金黄的河，心把千叶抚平。哦，多美丽，宝贝别醒。我爱着脏不掉的天，漏不掉的岁月。我爱拍不掉的心，碎不掉的爱情。我要把你疯狂抱紧，彩虹从你背后升起，多美丽，宝贝别醒。看着窗外的大雨，渐渐散开的乌云。My sweet， 阵阵起伏的麦地，两臂围出一片和平。我望向你，我奔向你，野花满地，抛客的流星，来天涯散心。哦，多美丽，宝贝别醒。我爱着藏不到的家，拉不掉的岁月。我爱坏不掉的心，碎不掉的爱情。我要把你疯狂抱紧，彩虹从你背后升起，多美丽，宝贝别醒。歌名叫《别醒》，但是现在各位醒一醒，我们要开始做出你们的选择了。喜欢就按下1号键，选择开始。选择结束。来问问大家对这首歌的感受啊。极客现在敢说了吗？敢参与了吗？很想说，看到你们两个一上台就觉得啊，音乐真美好，就是跟刚才的那个气氛，那个凝固的气氛，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然后又是两个美女贴贴，好看爱看。
很喜欢，一整个很唯美，然后还是那么浪漫的这种感觉，我就觉得你知道这个反差，所以在刚才你们两个给我的这个冲击还是非常大的。谢谢，谢谢，想加入你们一起贴贴。来，我们贴脸开大给梁老师。好听、好看、好好磕，是不是？喂，哎呀，喂，让我梦回那个夏天，你是我们队的哟，薛凯琪。对，我也看到了，我也有那个感觉，真的非常好。然后我们这个角度看到他们又更唯美。他说这个动作定住了吗？他的意思这个画面不要停下来，就一直凝固，让时间凝固。他们传递给我们的那个氛围太美好了，对。我觉得刚才我没在听一首歌，我觉得在看一场电影，我就是这个感觉特别好，尤其中间那个舞蹈，哇！小白一跳就像 popping。我还在期待后边的动作没了。听听行业团各位老师对这首歌怎么看？特别好，我投票了，不说了啊，放心。我刚刚一直想说，如果说有歌这个节目的曝光度，它是给到了一个音乐人传播自己艺术的一个台阶啊，那我觉得刘恋就是最值得利用这个资源的音乐人啊。太谢谢了。虽然这首歌曲的话，它确实是好听好看，但是呢，我刚才拿出这个投票器的时候啊，我按了1。但是我没有按 OK， 因为这首歌其实它非常的依赖这个舞台，它需要这种机会，然后实现它的曝光。光看你们的歌词，它其实是有理解门槛的，就是它不属于，就是能够被很广为流传的这种作品。其实我们一直在说这个歌可能起点很高，有点曲高和寡，但是我必须说，其实流行音乐它是要服务各种阶层的人的，所以你绝对有一群需要听这样子作品的人，而且我必须跟你说，这首歌我一定会收在歌单里面。对，因为我觉得最打动我的还是它的歌词。我不晓得你哪里来的这么多的好的文学的句子在脑子里面。如果你要再让我给你什么建议的话，就是你就跟着你的文字走。其实我觉得你根本不用考虑到太多的所谓的市场、所谓的旋律、所谓的这些外在的东西。我觉得你的文字的那个硬核绝对够，绝对撑得起你的所有的音乐。所以我非常期待再看到你再听到你其他的作品。哲哥什么时候需要一首歌词，我帮您写。我有那个给你灵感的感觉吗？有啊，当然有。好，我要。我们来看看这首歌获得多少共鸣值。这首歌最终获得的共鸣值是260共鸣值。再次把掌声送给刘恋，送给凯琪。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到的是邓嘉欣、谭维维，带来新歌《等等》。书籍还没散尽，多情无力消磨着。这首歌有一个关键叫流沙和沙漏，跟时间有关，就是因为对外公的遗憾嘛。我觉得我是喜欢的就是屋檐下外婆摇着靠椅笑着聊起了从前。其实就是会让我想到外公了，就是我觉得这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无法再能做到的一件事情了。我外公是一个特别犟的人，然后我外公现在已经去世了，对，因为一个癌症。最后见的外公是在老家的一个医院里面躺在床上，就当时没有觉得外公可能就因为这件事情就去世了，但是就觉得那一次连再见都没说。其实这一句也是我蛮有感受的。就是音乐带给你的，可能初次听的时候，它的画面感跟现在我们聊完之后
给我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这首歌真的很治愈，歌名就又简单又让你特别快的被击中，是我特别想去尝试一下。笑着聊起了从前。外婆靠着摇椅，屋檐下外婆靠着摇椅，笑着聊起了从前。还是要你唱那句，我看着我都唱错了。好，那个地方你唱是好。好，我觉得维维姐跟我在一起相处的模式，更觉得像是一个姐姐对弟弟的告诫和提醒。就是能让我更加自信地放下所有的紧张，让我只是在演唱的时候把整个心思放在歌曲里面。书籍还没散尽，多情无力消磨着光阴。轻哼着动画里的片尾曲，课文中的道理，声色无趣，未曾有留意，只觉得长大还遥遥无期。当天边的星河漫过了云端，等月亮说晚安，也不再孤单。当天光穿过云，翻过每座山，当花开的浪漫，就前往下一站。有一阵风吹过麦田，在这天边的志愿，屋檐下外婆靠着摇椅，笑着聊起了从前。怎么遗忘就是纪念？曾经的我也好傻，干嘛要盼着长大？想问心里的人啊，有时候会孤单吗？原谅我，不太善于表达。当天边的星河漫过了云端，当月亮说晚安，我也不再孤单。等天光穿过云，翻过每座山，等花开的浪漫，就前往下一站。书籍还未散尽，多情无力消磨着光阴，轻哼着动画里的片尾曲。课文中的道理，声色无趣，未曾有留意，只觉得长大还遥遥无期。当某天时光的脚步能放慢，就不必再追赶，就不会再离散。当游子漂泊的船终于靠岸，等到步履蹒跚，等来一刻圆满。等天边的星河漫过了云端，等月亮说晚安，我也不再孤单。等天光穿过云，翻过每座山，等花开的浪漫，就前往下一站。谢谢。如果觉得好听，如果觉得好棒，记得按下1号键选择开始。
选择时间到。刚才维维在跟我说，我第一回唱这样的歌，我说你今晚2首歌区别也太大了。我们都在这森林中逃活，你觉得痛苦，他觉得快乐。我终于不是个只母老虎了，哦，吓死我了。嘉欣先说说跟你维维姐合作的感觉怎么样？哎，虽然说第一次跟维维姐合作，虽然没有预想中有一种摇滚的歌，因为其实还蛮想跟维维姐就是合作一个摇滚的歌，但是发现很荣幸能够跟老师一起合作一个就是温暖的歌曲。不是我们拉钩，就是我们已经约定好了。哦，是这样吗？真的吗？当然啦，100年不许变。哎，再问问你，和维维姐合作，以及和哲哥合作，哎，感觉有什么不一样？怎么说呢？跟哲哥合作是另外一种感觉。哲哥跟我唱歌就是一股山泉叮咚一下落进了你的心里，然后维维姐就是一个和煦的暖风把你包裹住的那种感觉。对，这个比喻非常好。哎呀，你真的是太棒了！因为我确实很少唱这样类型的歌，但是我其实在学习他的口吻。这样的歌曲它有它的语气感的，可能大家对我有一些固有的印象，但我也很喜欢这种温暖的歌曲，因为它很打动我。所以说很有意思的就是跟每一个人合作，你都能学习到很多东西。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行业团的各位老师。让我先说啊，因为我没有投。首先我说一下，嘉欣你在这首歌里面的 vocal 做得很好，谢老师。但是它居然是一首合唱的歌。然后维维老师一直以来给我的印象是，永远都在他自己的那首歌的部分里是无可替代的。但是，我觉得在刚刚这首歌的载体里面，它是可以被替代的。我们只对这首作品本身来说，除了我们今天这么一个特殊的情况下必须做一个 duo 一个2重唱以外，这首歌实在是没有必要成为一个2重唱，它完全是属于一个19岁的歌手，所以在这一点上呢，维维所有的这个表达在里边就会显得很勉强。每一位表演者他所带有的这个自我和本我的这个特质，这个是无法被掩盖掉的。当这种特质在一个不太适合他的这么一个作品当中来的话，那最后呈现的这个效果就是觉得那个是累赘和多余的。其实也没有啦，因为这首歌 OK 的。没有，我是说，因为这首歌确实不在维维姐的调上，所以说维维姐也是比较迁就我的。所以说他是个暖心弟弟，姐姐根本我是觉得没问题的，没问题的。我投了。好，我其实听到你投了，我心放下大半了，再放下7/8了，老师。这样的啊，就是蔡老师刚才提到了一个感觉，就是一个可替代性。我可以说的直接一点，就是维维老师在这个舞台的角色，他的演唱，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换一个歌手可能也能完成。那从这一点来讲，我觉得嘉欣，这是你要考虑的问题。你的表达能力限制了这首歌的想象范围。维维在试图给这个歌一个新的表达，然后你的表达在你的能力上限上，这是这个合作里面那些不和谐的东西，在我看。但是我为什么投了，我还是要说，首先表达很真诚，这是一个符合你这个年纪的作品，我觉得这没问题。但是未来的路还是要真的在思考歌词，或者说在做自己的事情的时候去想一想，像跟维维这样的歌唱家合作，就是你知道，当维维老师唱到他那句等月亮说晚安的时候，他那个节奏控制，他那个口气控制，我直接就惊了。等月亮说晚安，我也不再孤单。就是我没想到是一个这样的处理，就这些东西其实还是你在音乐里面缺乏的东西，你只是用你19岁的状态把它平铺直叙的唱下来了，它合理但是不精彩，好吧？好的，我觉得跟嘉欣在一起合作，其实会让我们想到我自己在19岁的时候，我应该要怎么唱歌。
对，所以我觉得不管是我或者薇薇，我相信我们都绝对非常非常享受跟嘉欣一起合作的那个状态，因为真的让我们又回到了自己最纯真、最无忧无虑、最简单的那个音乐状态里头。所以我其实在这边也想跟嘉欣说的，就是说所有的这个老师的这些不管是批评或者指教，都是希望你更进步。但是呢，我觉得不要太着急，我觉得好好享受你现有的这个简单单纯，然后呢无忧无虑的时光，因为你的声音里面还有这个东西，这个其实是音乐里面最能够感动人的部分。谢谢哲哥，谢谢哲哥。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这首歌最终获得的是多少的共鸣值。200共鸣值。很好，谢谢。再次把掌声送给嘉欣，送给谭维维，谢谢二位。一起来期待下一个合作舞台。有请音乐人于东然助阵嘉宾黄子弘凡带来新歌《无伤之痛》。特别开心，我们终于是合作上了。那可不咋的，上次见面还是上次，上次见面还是上次，你说谁能想到上次能想到这次？就是的，对吧？啊，我觉得我看到黄子的时候，我就很开心。这个人就是我特别喜欢的那种精神状态，很健康，就时时刻刻充满了劲儿。往这一坐，感觉像是商务办公，感觉接下来咱要录口播，待会儿招几个人过来。对，招俩就够，招俩代替咱俩上台。对。这个歌，我个人感觉它是一个比较浪漫中带着一点小伤感的感觉。对。天气灰色，好几天不见日光。伤口已经愈合了，但是每次我在碰触到类似的状态的时候，我就会痛一下，所以叫无伤之痛。但我这个唱腔上，我总感觉我就是拿捏不是很准。我有一个非常专业的音乐剧老师，叫做影子。哦，是没错，他确实很厉害。他一直在告诉我，打开你的上口盖，就能更亮。我懂，但是，我认为所有的技术都是服务于音乐，而音乐的表达，我们必须先要尊重它的语感语境。明白。就这首歌的情绪，如果天气灰色。好几天不见日光，我口腔打得非常的开，这个太开了。你觉得灰色吗？我觉得我每一天，太阳当头就直接硬扛在我脸上那种感觉，一点不准确。这首歌反而我觉得把字咬清楚的情况下，真不太用找。明白。我一开始我就会去，可能先就不开心，我今天跟朋友打电话抱怨一下那种，然后小小的、悄悄咪咪的说。天气灰色，好几天不见日光。就是你的声音甚至会有点弱弱的，就是有一个自己舒适的状态跟语感，你找一下，你肯定没问题，就能找着。明白。黄子的表述是说，我唱歌不要考虑太多的技巧，你要在乎你自己的情绪的表达。你知道怎么想去表达你说的话的时候，你很真诚，那观众就会听到你的真诚。行，那没问题，完全没问题，可以，加油，好，没问题，来，耶！天赐珍稀成分，成就天籁美肌，雅纳威图天赐冻龄 CP， 让我们共同见证闪耀时刻。天气灰色，好几天不见日光。你懂我的，阴天总令人悲伤，所以想着像从前一样依赖你胸膛，但只是想着。那家花鸟其实也就是那样，
和你醉过，所以才念念不忘。故地重游，再醉却是为了将你遗忘。好深不散场。淋过好冰的雨，品过好悲的曲，却不及那个你给心中种一季。我没有想过，越爱痛越多，那可是我把真心交给你折磨。温和玫瑰，只有在爱时漂亮。只靠回忆，回忆就将人刺伤。明明已经只剩1/10爱的重量，却无处安放。怀念爱我的你，挽留恨我的你，但无论哪个你，都伤我的彻底。我痛了好久，久到难忍受，才不得不走，才不得不说放弃。淋过好冰的雨，听过好悲的曲，却不及那个你给心中种雨季。我没有想过，越爱痛越多，那可是我把真心交给你折磨。你曾舍得却不及那个你给心中种一季。我没有想过，越爱痛越多，那可是我把真心交给你折磨。你曾舍得。现在是班主任了，不能这么淘气了，不能踢干冰了。哎呀，你说说，没反应过来。喜欢这首歌的话，记得给他们按下1号键哈。来，选择开始。选择结束。东然说说合作的感觉怎么样？和这么一个古灵精怪的班主任嘛，你是说班主任？隔壁的班主任。哎，对哦。就是很开心，因为我特别喜欢的就是大家很认真对待唱歌这件事情。然后黄子也是这样，就是当天我们在排完练之后，我们遇到了一些问题，然后他会马上的给我反馈，就每一条给我发来的语音都是60秒。我跟你讲，这种最遭人烦了，动不全是60秒的那种。不是啊，是他语音只能发60秒啊，不是我爱发60秒。要不他就发1个小时给我了。对吧？没有，就是说可能我想说的更准确一点。所以说我就可能连哼哼带讲的意思，哎，一不小心一调他语音，他就60秒了。你说说这个没办法，没招啊，他不会打电话吗？哦，对哦。听听大家对这首歌的感觉怎么样？我第一次听黄子唱这种深情的歌曲，啊，非常棒，太好了，太好了。谢哥，谢哥。这个咱主要说东然，因为我俩属于是在这个节目一直在成长，我觉得东然进步很大很大，他唱的现在是游刃有余啊。但是给你个小建议，这个衣服好像不太适合你。怎么讲？不适合在哪里？不知道。没往坑里跳啊。
衣服的问题是这样，我真不知道谁让你穿的这个衣服，真的。不是，其实昨天我准备了一个非常大的裙子，但是对这个没有，这个赖我，因为你让他穿的。不是没有，是因为他看到我就是穿的一个毛衣，然后我穿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礼服，对他会觉得可能有点。你这样肢体打开还好，一开始我一直跟哲哥说，他为什么身上挂了一个门帘儿？确实，这个说的没问题。从我这角度看，你是一个方块儿，是吗？这个你也得了解你自己，就我的体型的这个特长是什么？对，是不是摘掉一点东西？哦，这些其实好一点。我本来以为今天有时间，结果到了就上台了，就实在是没有时间调整。就是其实是这个临时换的。对，临时换的。我觉得你接下来的声乐训练应该要开始要练这个肌肉记忆，叫哼鸣。会哼鸣就会唱歌，会哼鸣就有高位置，这真的是一个声乐课题。黄子一定知道我在说什么。啥叫哼一个？就这啊，这可是找到一个好位置的办法。就这啊，这个位置非常神奇呀！你知道它可以统一音色，并且又有很多的这个色彩。是的，这是你要去做的。你不会，东然你不会的，其实。我没投票。原因是，如果你要让我把这个舞台搞一个话题的话，我都想好了，叫黄子弘帆、于东然不搭。如果刘恋和薛凯琪叫非常搭的话，他们是可以磕 CP 的这种，你们两个就叫完全不搭。我觉得在舞台上是这样的，两个人唱情歌啊，要不搭可就太别扭了，所以我整场看的就很折磨。黄子这边可能问题不大，东然我其实主要说说你。我觉得有些时候唱歌啊，要试着去忘一些东西，因为你的音色本来就很强。在这种情况下，你就要更要去雕琢，在你这个音色下如何去表达那些很悲伤的、很小的东西。尤其你边上是黄子，这个人在这方面他有一个情感表达的这种非常流氓的状况在，所以在这个搭子里，我感觉就是无伤之痛，就黄子很痛，你是无伤。然后我看了以后，就是你们俩不搭，就是这样的感觉。我觉得东然在有歌这个舞台，从第一期的选歌一直到现在，我发现他其实一直在改变自己。今天这个歌，我觉得如果是在第一期我认识的于东然，他是绝对不会唱这样的歌，对吧？对，而且这首歌它是偏 R&B 的处理，我之前也没有唱过这种的。但是我来到这儿就是想要告诉大家，我可以唱很多类型的东西，哪怕这个东西暂时我不是很擅长，但是我通过我的学习还有我的练习，我是可以做这样一个事情的。对，因为真的可以从这个歌里面听到于东然的成长。我唯一要给东然的一个小建议就是说，你中低音的这个部分，其实它的音压是非常浑厚的。但是呢，你开始到了中高音以后，如果你不是用力的把声音唱出来的话，其实你声音会变得很薄。对。那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如果你要再继续唱这种非常层次非常多的情歌的时候，这个部分你可能要训练，就是除了在大声的唱副歌之外，怎么收着声音唱，然后但是呢，又让大家听得到你的声音。谢谢这个。谢谢哲哥，谢谢哲哥。这首歌获得的共鸣值是256，还好有个6。谢谢啊，因为行业团当中是梁咏老师没有给票，所以就少了50。把掌声送给于东然，送给黄子弘帆。谢谢谢谢。接下来舞台有请到的是高睿、张信哲带来新歌《退场》。这是我第一次跟哲哥合作，然后带来一首叫《退场》。城市渐亮的烟火，让影子对号入座。这个歌我觉得它是一个需要很克制的唱法的歌。是的。而且这个歌很
考验语境，就是说你要把它唱的有点像在说话。是的，这种歌我真的很怕，如果没有掌握好的话，那真的会跟听众无关。那样子的话就是大灾难。对。不少不痛不痒，不想被打扰。我觉得这边应该要有一个设计的一个语感，不要完全照节奏来，它还是会被拍子跟旋律困住。每个人说话断句，他的方式不一样。比如说，有的人会说海的倒影看不透，也有人会说海的倒影看不透。所以你要找到你说这段故事的你的说话的方法。这是第一个。好，然后第二个，很多的音你是可以不用唱到那个音准上面。它就是语气而已。说好陪我走每一个秋末。这个是一个。布置家庭作业现场啊，现在。对啊，布置家庭作业啊。因为语感觉很抽象嘛，所以我就用相对作业这样子的东西，让他去把语感的作业变成一个很自然的他自己的语言模式。我们彩排了好多遍，我们就想把我们的情绪表达到最淋漓尽致的那个状态，希望能跟哲哥一起夺回第一。哇，我发现两位即使录制到很晚，感觉你们的皮肤依然很抗打，有没有什么秘诀可以分享一下？就长时间带妆拍摄，然后赶行程，皮肤经常会累到断电。敷这个雅娜薇图的天赐追光膜，15分钟就感觉皮肤整个活过来了，被拉回这种紧致饱满的感觉。哇，听你那么说，我好想尝试一下呀！哇，它的这个膜布也很软糯，肤感也很好，感觉整个都非常的贴合脸型。我有时候我会睡前敷一片，第二天呢一样透亮有光，就感觉很锁得住精华，吸收也很快，像是给皮肤做了一次高端的 SPA 的感觉。对，像我换季皮肤容易敏感，很多护肤品都用不了的，但它高效又温和，轻巧方便，随时敷，简直是我的定心丸。正好快过年了，我感觉雅娜薇图这份追光好礼都很合适。爱的倒影看不透，汹涌时让人失控，重复的梦就是温柔的折磨，细数着承诺，清算着难过，说好陪我走每一个秋末。城市渐亮的烟火，让影子对号入座。擦肩的人越多，孤单越深刻。谁都没做错，错的是晚风吹落了心火，让所有的感受随风。不听不看不问不想，不需要拥抱，躲进黑夜的信号，有谁会听到？晚风吹湿眼角，思绪潦草，明白的太快，心就失去期待。不多不少，不痛不痒，不想被打扰。后来的你要更好，我并不重要。走到这里就好，礼貌的退
回忆美好。随波逐流的情歌，难免会叫人失落。有多少人会记得它的内容？把心都解锁，会不会有另一种结果？也有想过为数不多的把握。信号，有谁会听到？晚风吹湿眼角，思绪潦草。明白的太快，心就失去期待。爱过不少，痛不痒，不想被打扰。就好。和着我心跳。谢谢哲哥和高睿带来的这个舞台的合作。喜欢这首歌，按下1号键，请选择。选择结束啊！我先问问高睿吧，高睿，我听到最后的那会儿，我感觉你的嗓子是不是有一点点情绪上的哽咽？哦，他很情绪，是不是？就是哽咽了一下，但是又想到，哎，最后那个音其实挺美的，我要控制一下，然后又收回去了。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刚刚最后那一句，高睿可能觉得我失误了，我怎么样？但是我觉得那个是最真诚的表现，我觉得那个是 OK 的，非常好的。问问大家的感觉啊，维维说说这首歌吧。以前别人会说，这个人一开口就对。我说怎么样才是一开口就对呢？其实哲哥就是这样的，他一开口，一切都是让你幸福的，去仰望的。我也特别感慨，我们有歌2的舞台让我认识到了高睿，这么年轻的一个女孩唱得这么好，这个表演，我觉得在我看来，可以让我学习很久。谢谢老师，谢谢。高睿，我想问，这首歌的曲是你写的吗？不是的，词曲都是我一个非常非常会写歌的一个朋友写的，他自身的经历。但我也觉得你的审美很好，它有一些旋律会有一些很让人意想不到的走向，在你觉得很顺耳、很顺耳、很顺耳、很顺耳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字，它的走向是你猜不到的，绝了，绝了。谢谢谢谢谢谢。我喜欢他们两个 vocal 的张力，然后，我觉得高睿就是有一些 groove 的东西，也是让人很心动。该用力的时候，他的声带反而是实的，就是很穿透那个麦克风的，但他的声音是没有很大声的。那如果是用演戏的方式去说的话，就是这句台词我肯定是落泪的，但可能我送你走的时候，我也是有个微笑，所以希望日后可以听到更多你的 vocal 你唱的歌曲，很棒的一个舞台，谢谢你，谢谢。接下来我们听一听我们的行业团各位老师的建议。我想说的是，阿哲老师，就算是在
这个舞台上已经是位非常成熟的歌手了，就是每一次的曲风都还是有区别，然后也在不停的挑战自己，真的让我们学到很多，对，特别厉害，特别厉害。然后还有一句话就是跟高瑞说的，就是长线条的叙事性的情歌，我认为它就是你的统治区，而不是比较琐碎的 R&B。还要说一个事情，就是我喜欢的歌，一般天宇他都不喜欢，然后我不怎么感冒的歌，他直接就会来句不红天理难容。我就要问一下，这歌他能不能红？我说句不好听的，这个火不了。你大点声。太难唱了。难唱的歌有红的呀。就是它没有那种特别洗脑的那种东西，没有钩子存在。然后从头到尾啊，我没有看到就是让我很印象深刻的东西。我想再补充一句，就是歌儿也可以不火。对，这是妥协了吗？不是，我同意这个，因为其实我觉得有很多歌不一定是真的要大火的。譬如说像我自己歌单里头有很多歌，其实可能大家都没听过。我也是。我觉得现在城市丛林吧，大家在一个忙碌的城市里面，你很难找到一个完全属于自己自处的空间。那但我觉得有一些歌，就是你戴上耳机，你开始听的时候，你的周围就暗下来了，你就是属于你自己的。我觉得这首歌就是这样的歌，它不需要大火，但是我觉得它可以安慰很多人。对。我投票了啊！我投票是因为这个歌从整体的艺术表达来看，我觉得是合理的、优秀的。但是我有一个挺尖锐的问题，你刚才的尾音的处理方式，包括对麦克风的处理方式、使用的方式，就太单依纯了。你觉得我像单依纯意思？解密不是这样的歌，你上一首歌和 Tia 一起唱也不是这样的歌，但是这种唱法。我认为它有市场，但它不是你。首先我想回应一下啊，这个东西是完全喜好的问题，而且我不认为我像单依纯。还有一个就是，你觉得我唱的这个风格，小山唱的多吗？我说的不是风格问题，我说的。不，你现在讨论就是风格的问题。你说我解密是另一个风格。恨月亮高悬是一个风格，到这个风格你才说我像单依纯。那我想问，也想问一句，小山唱这个风格的时候，你会说他像我吗？我一定不会这么说。那为什么你会觉得我像他呢？对，因为这是一个先入为主。就因为他比我火。你可以这么说。你这不就是有点欺负人了吗？对，你可以这么说，这是一个先入为主的概念。先入为主是什么叫先入为主？就他比你火呀。比我火就是先入为主吗？那我说我先比他唱歌2年，我先比他出生几年呢？那没有办法。那什么叫没有办法？就是我说你像单依纯这件事情，是所有人都能听懂的。我就是我自己，请你不要再重复这一点了。小单他现在已经成长成他的那一圈的大山了，你非要给我在这里再立一个大山，我正在走我自己的路，你非要让我先越过这座大山，我才能看我自己的世界吗？你先不要这样 judge me。你先情绪稳定一点。我很稳定啊，我没有生气啊，我没有撕歌词啊。我想，这梁儿老师，这等一下，我缓和一下啊。我做了很多单依纯的视频的技巧分析 reaction。他们俩不像 ，OK， 他俩不像。我就这首歌的表演来讲，我认为是像的。比如说一些尾音的处理方式，我觉得这是特别。这样的处理方式太多了，比如林忆莲，她也唱气声。
他也这样子处理，这样的歌他就是要这样子处理才会打动更多的人。所有的人都会用这样的方式，为什么？因为它好听，而不是说一个更火的人用了这个方式，其他的人再用这个方式，就说我在模仿谁，我像谁。你为什么不说他像我？舞台上的我融合传统与流行，生活中的我讲究营养与均衡。厨房里我选择金龙鱼1:1:1调和油，它打破单一油种的局限，就像我打破曲风边界。金龙鱼1:1:1，用8种好油科学配比，调出营养均衡的黄金比例，反式脂肪减到0。音乐无界融合才惊艳，生活百味调和才鲜活。今年送礼，我准备了金龙鱼1:1:1，营养均衡就吃1:1:1。金龙鱼1:1:1，全球销量第1。这样的歌，它就是要这样子处理才会打动更多的人。所有的人都会用这样的方式，为什么？因为它好听，而不是说一个更火的人用了这个方式，其他的人再用这个方式，就说我在模仿谁，我像谁。你为什么不说他像我？哦，我被这个问题困扰了5年。我不想做任何的正面，因为我跟小山关系不是你们想要挑起的那种。首先，高瑞啊，就是迎战的感觉。你听我说，首先我没有挑起，因为我不知道你过去5年在面临什么样的困境，我不知道你过去5年面临什么样的舆论，我不知道过去的市场上5年你的听众和他的听众是怎么评论你的。我们还回到作品本身。这个处理，我觉得在音乐上是没有问题的。我投票了，我只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想，这是不是会可能成为问题？那我今天听了你今天的这些反应，我觉得你在台上算是一个宣言吧。我可能代表了这5年一直困扰你、榨制你的一些人，你可能在这5年的过程中也没有任何一个机会像今天对他们有一种愤怒的表达，对吧？今天你对我说了。你就等于也对他们说了，好吧，这个事儿咱们过去，啊，我没有想伤害你的意思，你也别生气。好的。但其实对你而言，误解也是未来在工作中的一个会一直遇到的东西。我希望你能像今天这样发泄出来，或者能有更好的方式化解它。好的。这个部分，其实我也想做一些补充，就是说，其实我们在乐坛里面，其实因为声音的同质性肯定是有的。那其实我也从小就一直被说唱歌像谁像谁像谁，那你能不能超越他们？但是我觉得就是其实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在自己的音乐道路上面坚持下来，不要被所谓的市场还有所谓的舆论各种风向影响到自己。只要自己坚持自己想要走的道路，我相信你一定会走出自己的一个很清楚的自己的音乐风格。对，谢谢这歌。我们来看一下这首歌获得了现场多少的共鸣值。这首歌最终获得的共鸣值是261共鸣值。每期节目播出当天，我们都会在微博发起“有歌2好听爱听多听榜”投票活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上微博搜索“有歌”，进入活动页面，助力你最喜爱的舞台，获得微博独家展示位。这一期有4位新生音乐人加入到节目当中，唱的这些所有的歌，在我来看都是活。觉得你就是为了要让全世界审判他的样子。那你太误会我了，老肖。我觉得他没有误会你。对你而言，有一个很重要的标签叫做抄袭。杨老师，不要以你个人的想法来去绑架别人的好不好？
不能逮谁咬谁啊。沈涛，你道歉，刚才是人身攻击。这期小考的主题呢叫坦白局。这个在我们行业内看，真的就啥也不是。这歌不行，没有受众。那我说一句有点难听的话啊，你都一直挺难听的，咱们这话就特难听啊。说了那个话了，你得给我道歉。你长大以后，或者说你的下一个方向、你的下一个目标和落脚点是什么？你想过吗？其实可以发生的有很多啊，因为我想干的事情蛮多的啊。然后可能最近的想长大一点，就是希望能够站在更大的舞台，然后有更多的听众能够听我唱歌。最近不是才发了一首新歌吗？啊。灯光熄灭，影子依然挥之不去，你我依然隔着一层透明玻璃。或许冷清的场景，失眠的旋律，才让我忽然想要逃离。一个人的城市，我被月亮担心。在想你的城市，天气阴晴不定。如果一阵风吹起，你会不会有感应？也差不多是这样。谢谢。你会跳舞吗？你想来一下 ？OK， 我试一下小试牛刀。小试牛刀。OK。那我先给你看一次啊。对。嘿 ，ready set。哦，大概就这样好。对，但其实如果分其实很难。OK， 首先吧，就是你这个踩下去的时候呢，你感觉到这个往外翻，对，往外翻。这样子往外翻之后呢，抬起来，这个踩下去，然后这个再往外翻，对，然后就会变成说1，就会变成这样，2，就这几个动作吗？不止吧？好像不止吧？是这个，对，是这个，这样子，对，抬起来，对，这样，重复抬起来，哦，对，然后你就几遍就好，顺几遍。 OK， 哎，好像可以是吧？来，直接来音乐好不好？啊，那不要想那么多，别想那么多。哎，可以。来了，kick back， 真的不行了，这个动作真不行了。OK， 我们唱歌吧 ，Nice。OK， 辛苦，帅。那我们今天可能得尽快对完，我们需要录音嘛？就录和声，对，去录一些，去做一个可能 BV 在我们的伴奏里面。好，其实我想的是强行背下来，强行背下来啊。对，因为如果假如说到时候真的到现场的时候，我们完全就是，等会我们就多感情来了就突然不一样，多唱几遍之后呢，慢慢就会找出就是我们满意这个旋律，就会把那个旋律一直唱下去就行了。对 ，OK， 没问题。因为我刚刚有一个 ad-libs 想加的，就是 OK， 当然不明白，然后我加一个我想加一个这个会给一点很空灵的感觉。对，这个我觉得我的音色差不多，还适合做这个 ad-libs， 所以说我觉得最后一段要马上进去这个副歌的这个状态的时候，我觉得可能第一句话，比如说你们前两句你们俩可以去分配或者一起唱，比如说你们唱你说不清的越道越不明白，然后我唱。然后我们继续，或者你们分开唱也行，或者继续一起唱。其实我可以跟你们一起唱浪漫，或者你们唱那个我们那个感情。那我试一次用低八度的方式。OK。那你唱你刚才对，你按原八度唱嘛。跟你说不清的道也不明白，让盲目的爱不习惯也是浪漫。差不多是这种感觉，差不多是这种感觉。对，你说我们到最后要不要再来一个，就放慢的，就是 acapella， 不停下零距离的思念。
可以啊，对吧？可以，OK， 我们可以一起唱这个 ，OK 啊。那我们接下来就是实地考察 ，OK，Let's go， 实地考察，加油加油加油，干！唱得很爽，我们看得也很过瘾，很开心，真的很开心。谢谢。哎，我想听你唱2句哦。是吗？哎呀，你要不来？但最难那个，我们走好像对啊，行，你要这么说，当时这一句好像是你唱的歌吧？对，是凤瑶哥唱的。我到现在我感觉我不看这词儿，我也能把这首歌给背下来。哎呦，纯靠肌肉记忆。你来呀。那个配上也是晒到美。Hey hey the way you made me guess， 搞不懂这是什么 common yeah。This is freaking amazing， 这为你的甜品又是年挂中间。我们走得远了，像一步到了距离队友不可切中。哎，要的就是这个。这真的靠肌肉记忆，真靠肌肉记忆。这还得2个人合作是吧？真得合作，这歌一个人真拿不下来。哦。Tom Berry 可以，他可以自己一个人从头唱到尾，我相信他可以，他绝对没问题。他是我们班上最年轻、舌头最灵活，然后最会饶舌的，我们全才的唱作人。插到 hook 吧。啊，对。不停下零距离的思念，也许是我们间的热烈没完结，感觉说不清的越到越不明白。让盲目的爱变习惯也是浪漫，是温柔之间终结。不停下零距离的想念，我们的过程遥远，它并不简单。让情歌在另一点转，温暖不停下零距离的思念。 That's my man。哇，太厉害了！哎，他中间偷摸骂了我2句，我都不知道的，很厉害的。然后这首歌当中也是有 rap 这样一个部分嘛，对不对？对然后杨洋在自己的这个团队当中，他也是一个 rap 担当。没错，现场再来展示一下。哇 ，Let's go。Yeah, check it on, yeah, I'm going freestyle, baby。看看这里哪个道士可以 freestyle with me？ 手下留情，留个后路，不想把你注记。Yeah, I'm swerving, yeah, I'm running， 就像疯狂逆袭。Yeah, 2026， 大声全力加速，或者给了屏幕前的所有观众上了一课。Yeah, I'm swerving, yeah, I'm running, going body code。Yeah, I'm here to slay. What's up, man？ 哦，哎，我第一次听啊，你怎么那么厉害？我们没有，2位合作伙伴都已经展示完了。然后接下来我还有一个提议，小七另外还有一首歌，其实也是非常火的，《浆果》。哦，嗯，对，是不是？对对对，都想听你唱《浆果》。真的吗？想听吗？想，我也想。A piece of fire, he fly away, she's gone. I just want you in my life, you. Something is changed, my room became a cave. I'm just like you, hide in the black hole and stay alone. Wait for you. 谢谢大家。哇！就直接唱副歌呗。副歌，好，淋过好冰的雨啊，对啊，在这儿，淋过好冰的雨。啊 ，OK 啊，好。淋过好冰的雨，听过好悲的曲，却不及那个你给心中种一击。我没有想过，越爱痛越多，那可是我把真心交给你折磨。哦，这歌我觉得咱没问题，我觉得肯定，我觉得可以。对，我也觉得应该是大概没有什么问题。对，反正，哎呀，就是唱痛一点。我说实话，不想接触痛歌，因为太痛了，因为痛歌痛一次感觉要痛好久。虽然自己都没那么痛过，但是代入一下歌曲，觉得挺痛的，就那种状态。就是共情能力太强了，也是很难受的一件事。对，咱的那个共情能力都很强，所以说其实，在音乐跟歌曲里的时候，经常会感受到他们那种东西。对，所以说我会觉得唱痛歌吧，就是每次得，
做好心理准备，这是我自己的感受。对明白明白。然后，只要你找到那个痛点，你的东西都是对的，绝对的。我觉得是绝对的。就是如果我们就包括让我觉得自己一直在过度纠结于该去怎么唱，把它给唱好听或者怎么样，我发现这个很难做到，因为我的注意力的方向有问题。对，然后而且注意到那儿的话，你会发现你出来，我有自己听我自己录的练习的东西，非常硬，对，它没有律动，就是这个东西，就很离谱。没错，会，然后律动不对，情绪不对，然后语感也不对，什么都不对，对，听起来就是很硬。没错，其实就是情绪对，什么都对了，就是那种状态，就还挺神奇的。明白。所以唱歌难，太抽象了，对，就是这样，真的太难了，太难了。从技术层面上来说的话，他就是觉得说口腔里的空间大的话，你的声音就会更饱满，而且你的歌唱的通道就会更加的通畅，就是从听感上来说，它是一个更舒适的感觉。他可能想表达的是这个，明白。但是我一直坚持，我认为所有的技术都是服务于音乐，而音乐的表达，我们必须先要尊重它的语感语境。就这首歌的情绪，天气灰色，好几天不见日光。天气灰色，对吧？一上来，如果你不开心的时候，天气灰色，好几天不见日光。我口腔打得非常的开，这个太开了。你觉得灰色吗？我觉得我每一天，太阳当头就直接硬扛在我脸上那种感觉，一点不准确。我们要想象我们的声音的对象不是下面的观众，是麦克风，我们有悄悄话，我们要对麦克风说，喇叭 speaker 会告诉观众我们在说什么，这个会让我们更清晰的知道麦克风存在意义。就我的悄悄话是说给他的，然后大家才会听到，哇，原来是那样的东西。现场的演出的魅力也在这儿。比如说他这个天气灰色，好几天不见日光，我如果唱给大家，天气灰色，好几天不见日光，就是好想唱给大家啊，对，有点太往外了，它就跟这首歌没有任何一点关系。是的，对，但是好像又听起来用了很多方法。是的，但这种东西我觉得，就我个人的性格，我会觉得，哎，就不开心。我今天跟朋友打电话抱怨一下那种，然后小小的、悄悄咪咪的说，天气灰色，好几天不见日光，就是你的声音甚至会有点弱弱的，就是可能让你听着你的那个整个呼吸都是急促的，或者说是那种。当然你也可能很烦的时候，就那种状态都可以。但我会觉得说有一个自己舒适的状态跟语感，你找一下，你肯定没问题，就能找着。明白。就反正我找起来也费劲儿，但我也就反正努力这么找。天气灰色，好几天不见日光，你懂我的。阴天总令人悲伤，所以想着像从前一样依赖你胸膛，但只是想着。哎，我觉得很棒哎！真的吗？我觉得首先你的嗓音的音色的位置很统一，对，但是我能够感受到，因为你这几天一直在琢磨这个，所以说你脑子里想唱多于想表达。明白。对，我觉得你可以把刚才的那个劲儿往回收个40%。哦，对，就是每一个歌的那个力量，跟那个给出来的情绪，每个字的这个力气还是给大了，是不是？就是你刚才给人感觉是起床身体满满，但是我昨天想到一人让我很生气，我告诉你，我说昨天有一男的贼生气那种，就我会有那种感觉。明白。就但你肯定有自己很难受，或者自己一个人待在房间里的时候感觉。明白。我觉得你带入那个情境，你一下就能对。然后再试一笑下。OK。天气灰色，好几天不见日光，你懂我的。阴天总令人悲伤，所以想着像从前一样依赖你胸膛，但只是想着。哎，好听，没问题，一点问题没有，我太期待了，没问题。对，就这个情绪对了。你看，你什么都不用去想，你真的不用去想那些东西了，你的什么都是对的，情绪对的，表达对的，感情对的，大家一听就是哇，就是在里面就是这个东西，就是好听，就这个东西，没毛病，我就一点问题没有。对，反正我就唱我的语法的东西，然后你自己感觉一下。爱的倒影看不透。
汹涌是让人失控，重复的梦就是温柔的折磨，细数着承诺，清算着难过，说好陪我走每一个秋末。像是渐亮的灯火，让影子对号入座。擦肩的人越多，孤单越深刻。谁都没做错，错的是晚风吹落了熄火，让所有的感受随风掠过。不听不看不问不想不需要拥抱，躲进黑夜的信号，有谁会听到？晚风吹湿眼角，思绪潦草，明白的太快，心就失去期待。不少不痛不痒，不想被打扰。后来的你要更好，我并不重要。走到这里就好，礼貌的退场，至少回忆